家好，欢迎来到趣味不正经。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你听过但没有细想的案子：一款奶粉毒倒了30万个娃娃，搅动了新西兰总理、美国 FDA、百度高管，最后还顺带炸了某家老国企。没错，就是那个流传已久的灵魂拷问：你小时候喝的是三鹿吗？如果你喝过，那恭喜你，你赢在了生还率。如果你没喝过，也别急着庆幸，后面的故事你听完就知道了。这事不是单纯的食品安全问题，它更像一场跨国拯救中国婴儿的离奇剧。而且最后真正救下中国孩子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监管系统，不是主流媒体，不是有关部门，而是一个新西兰愤怒的总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拆开这罐奶粉，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三聚氰胺，还是系统性的装瞎的荒唐。现在有请我们的主角登场，田文华，三鹿奶粉董事长，一代乳业女强人。但你说强人也罢，说强奸也罢，他确实干了一件史诗级的大事，往婴儿奶粉里加三聚氰胺。你可能不懂这个东西是啥，简单说，它是用来做塑料和肥料的工业化工品。你说化工和孩子碰一起，能出啥好事儿？三鹿呢，加的不算多，只是欧盟安全标准的17000倍而已，小意思。最终呢，有7000吨毒奶粉流入市场，30万婴儿患病，成了一群大头娃娃。她是被称为中国第一毒妇的女魔头，她仅靠一款奶粉就摧毁了我国30万个家庭，让无数天真孩童变成了大头娃娃，也成功让自己拥有了150亿身家。这个呀，它不是段子，是病例报告。这些孩子有的是肾结石，有的是尿毒症，有的终身吃药，童年不再是童话，是病历史。那你问田文华判了吗？判了，无期徒刑。然后呢，减刑，减刑，再减刑，现在呀，差不多就快可以含笑出狱了。你看，加的是化学品，减的是刑期，三聚氰胺下肚，照样不影响企业家梦想。这不是穿越小说，这是特色司法里的软着陆剧本。说实话，三鹿最后之所以垮掉，真不是我们这边先捅出来的，而是新西兰。他们有一家巨无霸的乳企，叫恒天然集团。当时呢，他持有三鹿43%的股份，是大股东。当三鹿检测出问题奶粉的时候，恒天然的高管急了，赶紧写信发传真，连夜打电话劝三鹿，赶紧召回，赶紧召回。结果呢，三鹿说不急不急，再开会研究研究。恒天然急了，你不召回，那我可得和你划清界限。但是呢，三鹿不光不召回，还劝恒天然闭嘴，你是外企，不要乱管。恒天然一怒之下打了个电话给新西兰外交部，外交部一听事关中国产品的出口，又是婴儿奶粉，怕了。于是这个事儿直接就捅到了新西兰总理那儿去。你敢想吗？一个三聚氰胺奶粉问题，居然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层级。然后新西兰总理亲自联系中国高层，这下子天庭震怒了，三鹿顷刻灰飞烟灭。这是一场跨国的维权行动，最后居然是靠新西兰总理给我们主持了公道。我只想说，他是人民的好总理。事情的起因呢，其实是粮价涨了。2007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40%，光是玉米饲料
一吨就比前年贵出了好多。那牛吃得多，成本就涨，牛奶成本也就水涨船高了。怎么办呢？聪明的奶牛们想出了资本主义不敢想的解法，给奶加点水，再加点三聚氰胺。别笑，这不是段子，这是当年行业的潜规则。为啥要加三聚氰胺呢？因为当年检测奶粉蛋白质含量用的是一种叫做凯氏定氮法的古老方法，俗称叫全氮法。它的逻辑很朴素，奶粉里含氮越多，说明蛋白质越多。你说它愚蠢吗？也不是，人家欧美也用了几十年。问题是有人发现三聚氰胺这个玩意儿氮含量奇高无比，而且无色无味，耐高温，还便宜，简直是食品造假的黄金搭档。早期呢，其实也有人试过加尿素，但问题是尿素一加热就臭得要命，奶一冲开全是味儿。三聚氰胺就不一样了，冷静的像个毒舌心理学家，装得很好，但毁你于无声。所以整个奶业就进入了疯狂加料的模式。什么叫行业默契？这就叫三鹿毒奶事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说来你可能不信，最早报警的不是疾控中心，不是央视记者，而是一群狗。对，汪星人抢了舆论 C 位。2008年之前，兰州一批宠物医院突然发现最近来的狗有点奇怪，全是肾出问题，不是尿血就是衰竭，搞得医生都怀疑是不是小区里开了宠物火锅店。一查发现这些狗都喝了一种营养奶，成分里赫然是国产奶粉，具体品牌嘛，后来查出来就是我们那位最具代表性的3个鹿头的企业。于是就有记者警觉了，不止狗喝这个牌子的奶粉出事，几个婴儿的肾结石也是喝的这个，怎么狗和娃儿喝了同一品牌的奶都出现问题了呢？所以你可以说三鹿事件的第一条命案线索是一群狗的肾给拼出来的。人类媒体、监管、卫健系统全都落后于狗命的自觉。有人说是不是美国的狗先出事，外国人早就知道我们的奶有毒？嗨，这又是一个都市传说了。美国狗确实在2007年因为中国出口的宠物食品中毒过，但那是狗粮，不是奶粉。那场事故揭露的是中国工业的原料问题，不是三鹿这锅奶。所以两边的狗都冤。美国的狗是进口残料喝死的，中国的狗是喝国产奶粉喝废的。全球狗命联播反映的是一个真理，不管是哪国的狗，只要碰上中国制造的三聚氰胺，那就是命比纸薄。真相不是美国早知道，而是人类太晚信号，狗比人快几步而已。这时候我们国内知道奶粉有问题的人也不是没有。最早公开发声的是一位医生。2008年6月，甘肃兰州军区第一医院的医生张伟，在短短1个月内接诊了10几个肾结石的婴儿，症状雷同。他怀疑奶粉出问题了，立刻上报院长，院长又上报卫生系统。但是呢，三鹿是当时的国家奶粉队。你敢说三鹿有问题？你是反对国产替代？于是没有人理他。张伟呢也是真勇士，亲自跑了4家超市买样品做对比，找媒体曝光，但媒体基本都拒绝报道。谁敢动三鹿啊？哪家媒体不靠三鹿广告吃饭？与此同时，网友也在发帖举报，但很快就被登门拜访。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妈妈发帖标题叫毒奶怎么敢捐灾区，结果发帖第2天，三鹿的人就找上门了，聊了几句，帖子删了，妈妈也沉默了。三鹿那时候还找到了百度，
直接开价300万，要百度在2年内屏蔽所有有关山路负面关键词的搜索。不仅如此，山路还要求百度顺带把对手的负面都挖出来，一旦顶不住，我们就发他们的，转移注意力。你说这是企业吗？这是企业黑公关特战旅，是甩锅不成就自爆拉电的陪葬局。一边毒人家娃娃，一边还想拉同行给自己垫背。这么脏的牌是怎么在牌桌上做这么多年没有人管的？一向守不住底线的百度，这次居然没有接单，良心上线了一次，不然这事儿真可能被活活的误下去。张伟医生没被封住，但也没人理他。可真相啊是压不住的，他自己会找路子。9月9日，终于来了第一篇报道。兰州晨报的女记者沈丽丽发了篇稿子，标题呢没敢点名山路，只说多个婴儿患病，奶粉高度重合。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就是说，多名婴儿得病，医生一查，这奶粉吃的还挺一致的，重合率堪比高考，答案雷同。但记者不敢直接写山路，只能憋出一句高度重合，意思就是我没说，但你别不懂。文章发出来当天就火了，第二天就被撤了。原因你懂的，太明显了。但别急，2天后，东方早报的记者简光洲上场，他不讲武德啊，直接点名山路，问题奶粉就是他。这一下再也捂不住了，国内媒体想压，外媒全报道，官方想冷处理，网络全疯传，甚至连黑客都看不下去了。山路集团官网首页被黑，改成了山绿金安集团，新闻页面全部被替换成讽刺文，标题写的你不是婴儿奶粉，你是婴儿毒药。这不是网络暴力，这就是网络正义。这个时候，山路内部其实早就知道奶粉出问题了。根据事后公开资料，山路在2007年底就接到了消费者的投诉，孩子喝了奶粉后肾结石、尿血。2008年年初起，山路就开了很多的会，每月会议纪要是这么写的：1月继续观察，2月暂不处理，3月加强沟通，4月立定策略，5月保持低调，6月等奥运结束再说吧，7月风口优先，8月开学季冲一波销量，直到9月曝光之前，他们还在生产，共生产904吨问题奶粉，其中700吨已流入市场。不是不能停，是舍不得停，因为那时候奶粉销售正是高峰期。你说断了，这个季节怎么叫 KPI 呀？他们选了最坏的那条路，人盯人删帖，见人就封口，不召回不公开。结果真相炸出来以后，谁都救不了他们。山路完了，是真的完了。董事长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但几年后就减刑，按进度可能最近就出狱了。山路品牌也终止使用了。可你以为这就是彻底清算？不，它只是重启游戏。没过几年，和山路一起参料的其他品牌，有的换了名字继续卖，有的被上市公司并购后高端回归，有的今天还在超市奶粉区卖得风生水起。这叫什么？你以为是终章，其实是马甲重启。而山路受害者呢？30万孩子，有人终身吃药，有人得换肾，有人身体器官发育停滞。有没有赔偿呢？有，平均每人几千块。这就像你给了一刀，然后扔一瓶创口贴说：“别说我没良心啊。”
你现在去超市，早就看不到三鹿奶粉了，但你喝到的很多品牌或多或少和当年那场风暴有关。那些人有的换了公司，有的进了别的企业，有的摇身一变成了国产奶粉的复兴代言人。你问我现在还能不能喝奶粉？我说能喝，但别全信。这个国家的很多事情不是改好了，而是改个样子继续。三鹿之后，我们做了很多的整顿，但并没有设立黑名单制度，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行业从业禁令，所以很多人只是洗个脸，继续卖奶。今天这期不只是个案重提，它其实是一个大写的问号。三鹿是怎么走到那一步的？我们到底信什么？这套东西还在别的地方上演吗？30万个孩子的教训，如果10几年后我们还拿来调侃遗忘，当冷笑话讲，那他们受的苦就真的白受了。所以如果你听完这期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说明你还没完全适应，也说明你是我们这个频道真正想说话的人。我是趣味不正经，我们下期继续。一本正经讲荒唐事，不正经的讲真话。